田土之道有道理，我是海恩谈谈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其实，在谈餐酒生活的时候呢，对于东方人来说，其实餐酒生活，酒这个东西呢，当然随着东方化，就是说，我就是说日本，或者是西方化，我是说欧洲、美国等等，我们学会了喝清酒，或者是说我们学会了喝葡萄酒，然后来跟餐做搭配。特别是清酒的部分，因为它就是米去做出来的，所以即便台湾曾经被，我觉得这个跟是不是曾经被日本所治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属于米的这种文化呢，基本上或是谷类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刻在这个东方人的这个血液里面，DNA 里面。那虽然说酿造清酒或是酿造谷类的酒呢比较麻烦，因为它多了一个需要把淀粉转化成为糖的这个程序，但是呢，清酒是用曲菌，但是像啤酒或者是其他的像小米酒等等，小米酒也是用到曲菌了，但是其实曲菌也不是只有一种哦，它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虽然说可以真正的拿来使用，不会产生毒素的这种曲菌比较少，但是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我今天不是要谈曲菌这个东西，因为谈曲菌的话呢，那个要花比较长的篇幅来描述哈，因为我要做一个比较。我今天最主要是要说，无论是清酒或是葡萄酒，所谓的餐酒搭配之间呢，我们对于东方人，特别是台湾人来说，或是华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能忽略掉，就是餐酒之外，不是人哦，当然是要有人，没有错，餐酒人。但是我要谈的是说，除了餐酒之外，还会有所谓的主食这个东西。你说什么是主食？牛肉、鸡肉、羊肉这些东西吗？不是，主食谈的就是米饭、谷类这些东西。其实最主要就是谈米饭了。这一阵子日本有一个他们叫农林大臣吧，就是管这个农业的一个大臣，因为发表了不适当的谈话，他好像因为现在日本缺米嘛，而且日本人对自己的米，他们喜欢吃国产米远胜于外来的米，即便台湾的米是很好的，但是跟他们当地的米相比呢来说呢，其实档次还是稍微低一些。当然，我讲的档次是他们的认为，并不是说我们的米就比较不好。但是米其实是稻米，其实是一个温带的一个植物哦，各位也要记住，它是一个温带的植物，所以长在日本，特别是粳稻哦，那种比较软糯的粳稻，长在日本这种温带区域呢，一年一次收获其实是很合理的，它跟葡萄是很类似的。反而是种在亚热带或者是热带地区，一年两货，或者是甚至有可能到三货。那这样子长出来的品质，因为长得很快，阳光很充足，通常这个里面淀粉那个直链淀粉会比较多哦，支链淀粉会比较少。这样的米呢，通常都是比较偏，就是粳稻比较不容易长好，通常都是所谓的鲜稻。鲜稻就是那种我们吃泰国菜啊、越南菜啊、越南料理啊，或者印尼料理啊，他们的米都是这样长长，或者印度的
他们米都这样长长、细细长长的这样子的，那个叫鲜稻。那种稻米呢，通常都是比较硬一点。那糯米的部分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是鲜稻、粳稻，这个其实都是主食嘛。所以日本的农林大臣就是在日本现在缺米的状态，缺什么？缺国产米的状态。其实日本有一大部分的米除了酿酒的米之外，一大部分米是最主要是自己国人在食用，因为日本人口也不少，1亿多人嘛。那它有很大的比例是来自进口的，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美国有一些地方种的粳稻也还蛮好的，然后还有台湾。这题外话就是说，其实美国有一群，当然日本人去推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每年在纽约那边甚至有所谓的日本的酒的一个推广的活动我认识几个酒造的国外部的业务，就常常去，就是每年都要去纽约出差纽约那边也有很时髦的日本的这个餐馆，然后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是清酒在贩卖甚至我也看过有所谓的老外，就是美国人，他们或者澳洲人，他们亲自去用那个米来酿造清酒，那种是有点类似研究的精神，而且他们做的效果还蛮好，我觉得甚至比台湾做的还要好。虽然我没有喝过，但是我看过那些资料，我觉得依照他们这种工作态度的话，基本上那产品出错的几率不高了，而且他们应该是有日本人在协助。台湾这边的话，到现在从我开始喝清酒，差不多30岁左右，到现在已经超过50了。前几天是我的生日那到目前为止20几年过去了，台湾清酒有出现让我觉得眼睛一亮的那种，一喝就觉得跟日本清酒，不要讲很高档次的，就是即便是普通日本清酒能够互相比美的。我可以讲，目前为止我没有觉得有够水准的也许不难喝，但是有够水准。就同样的价格，我买现在那个关税已经下降了嘛，那我买日本清酒我觉得比较划算呢。那差别差在哪里？这个我之前在谈有关酿造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过一个关键点，就是寒造。冬天酿造，为什么要冬天酿造？它里面包含很多因素在里面，但是这边我也不谈这种细节的东西，而是单单谈说寒造的条件，日本跟台湾，日本就比台湾强多了。为什么？你有冬天去过日本吧？撇开这种什么圣婴现象不谈，但是日本通常它是冬天就是春夏秋冬，秋天完了之后，冬天就很明显。该下雪就会下雪，而且那雪可能就是1公尺我有遇到过那种1公尺快要2公尺那么高的那个雪，那个酒造的老板带我们去他的酒造的时候，那个路是就像那个福山县嘛，那个他每年好像是不是春天嘛，他要把那个路把它开出来的时候，那叫什么什么布我忘记了，就是他是在那个雪中间挖出一条路出来，不是挖出一条路，而是那个柏油路才会跑出来。那个是很有名的景点，靠近合掌村那边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有这么一个天然条件，你要寒造寒冷的寒，当然就方便啦。寒造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比较不容易生长杂菌比较容易维持这个就是低温发酵的这种效果就是第一个不容易把酒酿坏，第二个容易把酒酿好这个东西是讲起来好像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分开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餐酒搭配呢，那我们不是只有谈葡萄或只有谈米而已。谈葡萄酒或谈这个清酒而已，而是以这个东方人，特别台湾人来讲，或日本人来讲，我们其实更重视的是所谓的
那个清酒的原料米，就是我们的主食。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吃饭喝酒，吃饭我指的是吃餐哈，喝酒，但是我们习惯以台湾人习惯还是会有饭嘛，对不对？所以日本人还不见得哦，日本人可能搞不好他喝酒他只是吃小菜而已，但是日本人正常的家庭也是有吃饭，所以他们很重视饭。我回到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原本就有的农林大臣，就是讲说，哦，这个稻米，现在缺稻米吗？他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家从来没有买过米，他的米都是那个地方的人会提供给他的。这个其实是透露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就好像我们这个基隆的这个立委一样哦，就是那种。或是之前那个不分区那个翁上人哦，那种有点何不食肉糜的那种感觉，就不思民间疾苦的那种说法。换个角度讲，只是娇生惯养了，就是那种或是财阀或者是世家子弟，所以他们世家不是那个世家哦，这个世家子弟，所以公子哥嘛，所以他们。你这样的人，你连米价都不知道，或是你连米这个你也没上市场去买过，那你怎么去？你还当一个农林大臣，那不是很开玩笑的话吗？所以他这样一讲，马上就被轰下台了。轰下台之后，就换另外一个人上去了。因为日本人其实也很需要，他们这个以他们全国来讲，因为又要把一部分的米拿去做这个酿酒之用，就是那个土地要拿来种那个酒米嘛，然后一部分拿来做饭米嘛，所以在承平时代还好。那如果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呢，我讲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叫做“亲家都无搞”。go来拍光，就是说这种东西呢，我要吃都不够了，我还拿来，比如说萝卜好了，我还拿来晒干，晒成萝卜干，因为晒干目的是什么？是要保存嘛。你能够保存，表示你的东西很多嘛。那如果东西不够多的话，你就是一定要生吃，就是我要吃都不够了，我还把它保存下来，这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切实际啊。除非说它是必须要保存的东西，不然会坏掉。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日本酒的这个因为它酿造是要用米来做的，所以我之前有提过了，饭米跟酒米就好像酿酒用葡萄跟食用葡萄是不一，就是品种是一样，但是它的那个 species 是它的亚系是不一样的，所以。酿酒葡萄比较小酒米是比较大，反而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酿酒葡萄比较甜，酒米呢是淀粉比较多。其实酒米吃起来不好吃哦，因为它就是粉粉的这样的。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你想想看，他们连零式战斗机听说都是有用那个木头什么去做的，都有听说的啦，就是很轻哦，很薄。那饭的你连这个饭都吃不饱，你怎么可能拿那个来酿清酒呢？所以当时有一度时期，就是很多的酒米就是所谓的灭绝了。灭绝什么意思？不是说它不能够抵抗这个气候啊，或者是天灾啊，或者是疾病什么的，不是，而是人为的。为什么？因为打仗嘛，全国家都已经没有米了，怎么办呢？就是你这个为了要吃饭，你当然不能喝酒，不能饱嘛，所以你喝酒有别的方法可以制作酒。清酒是一个非常工艺性很高的酒，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和果子或者一些他们所谓的传统手工艺类似这样的东西哦。那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当你冷的受不了的时候，对日本人来讲，他会穿和服吗？不是嘛，他当然是把那些布料去做，不用太漂亮没有关系，尽量让自己能够保暖的为主嘛。那酒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饭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把很多种酒米呢，
这个品种暂时先把它移除了，然后把那些地拿来种一般的这个饭米。那很多当时的酒米就所谓的灭绝了。那日本在这几年，就这20年左右吧，所谓的梦幻米的复兴哦，那个复兴大家也不要想得太罗曼蒂克。那复兴就是说，以前我们吃不饱，我们把这个地拿来种一般的米。现在我们吃得饱了，所以我们把以前那些酒米把它复活来种。什么龟之尾啊、神力啊、爱国啊，反正拉一拉杂一大堆啦，你可以找得到一堆哈，强力啊什么的哈。这些早期的这些梦幻米，可能改天我会特别介绍了。其实各位不要太过于听到梦幻2个字就觉得它一定是特别怎么样。很多所谓的梦幻米其实是比较跟相对于现在改良过的酒米来说呢，他们是比较原始的。比较原始就是说你可能酸度会比较高哦，就是入口的酸度比较高，或者是它的另外一个酸度的意义就是它的酒体会比较厚，会比较容易会有米的味道出来。那当时那些梦幻米是在当时可能是 OK 的，但到现在呢，可以比较用怀旧的情怀来去思考这些东西哦。有机会我再来细说，举几个梦幻米来解释好了。特别是像很有名的龟之尾哦，这部分其实是在日本这几年一直非常非常非常红。龟之尾，乌龟的尾巴哦，龟之尾哦。我讲了半天，其实现在17分钟过了。今天谈的有一点拉里拉扎的啊，但是我本来的主题是想要再提一点食物的东西。我是要讲的是说，所谓的餐酒搭配呢，你如果把酒这个部分把它换掉的话呢，以东方人、以日本人、以台湾人，甚至以韩国人来讲，那个米饭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餐酒搭配，你倒不如你可以把它改成餐跟饭的搭配哦。米饭的搭配，这一点甚至在东南亚或者在印度也是一样，米饭很重要。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我们以米饭为中心的话，那所谓的餐主食饭的搭配，那哪一种餐是最好的呢？我这样讲绕过来，可能各位会觉得有点牵强，但是今天讲这个，也就是反正是闲聊嘛。这个频道的特色就在这里，因为我想顺便提一下有关于宜兰的这个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哦，是什么呢？就是香肠。宜兰有很多的香肠，我当然知道全台湾都很多的香肠，但宜兰的香肠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可能当时10几年前、20几年前，在通化街夜市在台北啊，就是有流行过，到现在还在流行。就是香肠除了原味之外，我们早期是会加高粱酒啊，或者加什么可能加红曲啊什么去做那种香肠。加红曲的香肠很好吃哦。这个好，我以后一定会找一起来特别讲这个东西，有红曲做的香肠。那些加了酒啊、加了蒜啊那种香肠是把那味道是调在里面，调在肉里面，再去灌到那个肠衣里面。但是呢，在20几年前开始，什么红色的红花香肠啊，什么桂花的桂香肠，他们就发明就那种把香肠像大肠包小肠一样把它切开，烤的时候把它切开，然后涂辣椒酱啊、芥末啊，或者是泰式的酱汁啊，或者是撒胡椒盐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衍生到后来大肠包小肠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小肠就是香肠的部分，也是切开会弄很多东西，然后再用外面再用这个米肠子把它包在一起。其实讲了半天，香肠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我不讲角色哈，因为这边是台湾哦，讲角色哈。如果是有华人地区的朋友，你想要吸收一些这个清酒或者是葡萄酒的知识，我愿意分享。但是，就是大家彼此讲话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你们可以看字幕，或是
我这样已经跟你解释，我相信你听得懂。宜兰的香肠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早期红花香肠是有关，但是在宜兰我吃过很多种香肠，它都会有香肠摊都会有自家调制的辣椒酱，辣椒酱哦，自己做的哦，然后每个人的辣椒不一样，辣度或者是它里面有没有放蒜头，或者甚至有点调味，所以那香肠呢，它也不是切开。我不晓得谁发明烤香肠就一定要把它切开的，那样切开主要目的是速成，就是加热快而已。但是其实香肠的提壶味是什么？香肠提壶味是要把它那烤的这样那个崩的这样那个水蒸气里面那个油啊水蒸气，把那个皮香肠的皮绷得紧紧的，咬下去跟咬热狗一样，它会喷汁出来的那样才是正统好吃的香肠。其实香肠就是应该配饭来吃的嘛？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个香肠被咬了，的肉汁流出来的时候，是留在饭上面的。这种其实都可以做成很好的这种料理。打个岔，就是说像港式的料理里面的那种所谓的煲仔饭，其实它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在里面，因为它的香肠是生的放进去，所以它在煲的过程中，它当下这个不管是干肠或是一般的腊肠，那个油流出来之后，它是会进一步那个浸渍在这个饭里面。这时候你饭搅一搅到旁边的锅巴，这样吃起来就好吃啊。所以对于香肠来讲，搭配最好的方式，所谓的餐酒搭配或餐主食搭配，那就是饭，就是米饭。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吃那个三角饭团了，就是御饭团什么的，哦，各位有吃过里面有香肠口味的吗？为什么没有出那种御饭团里面就是有切片的香肠，然后甚至薄薄的蒜头的那一种？是怕一大早这样吃味道太重吗？这个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个点子啊。宜兰这边其实很多香肠摊，他们自己都会弄辣椒，所以来宜兰呢，有一个东西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就是这种涂了辣椒的香肠。而且你要求老板不要去把，我不赶时间，你就是不要切，就是让他直接把它烤好。像这种的摊子呢，我不鼓励大家去夜市买哈，因为夜市那种摊子，因为它人潮太多了，所以在那边生意很好的香肠摊呢，通常我自己的认为就是，通常就是他为了要快速，而且没是不是科技与狠活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像以前我去阿里山，或是现在来宜兰这边，很多路边的香肠，那它就一个摊子在那边的，那种摊，那个他们自己去咖喱去台湾话就可以灌呢，灌 N 强 N 层那种香肠才是真正的老口味的香肠。那这边宜兰这边很多，其实在河边啊，在哪边啊，都会有路边啊，有那种一摊子，直接就是一个摊子。你遇到这种摊子，包含花莲也有，或是我讲说原住民的部落，有些里面也有那种一个摊子的，它不是一个夜市的那种香肠，基本上呢，出错的几率就不高，不高，真的不高，哈。因为它要能够生存，一个摊子在那边能够生存，它的香肠一定要很好吃才可以。然后加上它配那个辣椒酱，这个在宜兰这边很多哦。我这一期来不及讲了，但下一期我会提几个宜兰有名的香肠摊子，香肠摊子哦。然后各位可以去，来宜兰也可以特别去找这样的东西来吃哈。花莲也有了。顺便我可以提到一些有关大肠包小肠的一些诀窍哦。因为我看了很多，不管是外国人啊，或者是中国人啊、华人啊、马来西亚啊、新加坡来台湾拍那个实际吃大肠包小肠了，10之8九吃到了都，我不要讲用假这个字哦，假好像这个东西是吃了会中毒，不是，它还是真的东西，只是它不是那么古早味的东西。那台湾有没有什么古早味的这种大肠包小肠？当然有啊。那至于什么是古早味的大肠包小肠，
下一期再来讲，因为这一期这样随便提就25分钟了，好吧？我提了一些清酒的酒米的这些早期的知识，然后又提到一些香肠的东西哦，因为我觉得餐酒搭配嘛，那这个不一定要，不是每个人都喝酒啊，但是饭你会去吃嘛，对不对？那米饭当然就很重要了。这个我曾经有想过说，我看到生意很好的那个店家哦，香肠摊呐、只有一摊的，我就会想说我在旁边卖饭、然后那种饭可能是加了蒜头去处理过的饭，那不是大肠包小肠，因为糯米会比较容易吃的肚子会胀气嘛。我弄很好吃的饭，然后人家客人买了香肠到我这边，这我买我的饭啊，那我的饭就是弄好，你就直接就是就包起来了，像包饭团一样包起来，你就吃了嘛。那是不是可以取代大肠包小肠？然后因为它是用饭去做，然后饭本身也可以做调味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对啊，我就带着每天煮的饭去摊那个哪些香肠摊去卖就好了。那这个人家卖一条，我也是卖1碗饭了，因为这样搭起来好吃啊。那如果你在有一点创意的旁边就卖一个手工啤酒，生酿的手工啤酒啊，那这个摊子如果出现在海边的话，3合1啊，那一定很赞。然后再来一个是专门烤鸡肉的鸡腿的那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摊子，因为我曾经吃过，我在都兰很早很早以前的宜兰台东的都兰那个现在已经很世俗化的，以前早期还有原住民用那汽油桶底下放那个，把汽油桶切成一半哦，不是这样切哦，是把放横了之后这样把它切开的，然后这个汽油桶里面放了一大堆木炭，他就把它烧红之后，然后上面架烤架去烤那个鸡腿，那个鸡腿是土鸡腿，而且他把那个骨头去掉之后，用原住民特有的调味料，里面我猜有像香茅啊，或者是有一种叶子，我很难，那反正就是那个原住民调味料，还有那个珊瑚礁哦，怎么去调出来？还有辣椒，那小辣椒调出来那香气哦，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粘在他们的烤鸡翅上面，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很有趣的是，我当时遇到这个烤鸡翅的这个烤鸡腿这个呢，他还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烤一烤，因为烤那个对他来讲很简单，不是很简单啦，就烤起来也是他的创意，但他又很喜欢唱歌，所以又会跑到那个糖厂里面去唱歌，卖这个烤鸡腿的。我很怀念他的那鸡腿的味道，啊，太多东西可以做了啦，所以，嗯，你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不尽然是一定是臭豆腐，或是一般的香肠，或者是一般的什么，豆花啊、大肠包小肠啊，什么那种，就是到处都有的东西，到处都有没有关系，你要有变化。我觉得这一点呢，可以从香肠跟米饭的结合开始来做起。当然啦，能够喝酒也是不错啊。我刚刚讲了，现在夏天开始了，越来越热，坐在海边旁边吃着烤的香肠、烤的鸡腿，然后这个很 juicy，非常多汁，而且又腌制入味的，然后配上个好的白饭，你去设计很好拿，然后那个生酿的啤酒用那个只要用一个纸杯装起来一压，这样喝啊，人间极品啊，真的人间极品。不一定老是要坐在餐桌旁上面嘛，对不对？不过在台湾的话，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如果你在野外要这样吃的话呢，小黑蚊就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像宜兰这个海边这边，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了。毕竟我谈的是餐酒搭配。来台湾的朋友们，或者是本来在台湾，然后到宜兰来玩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到按照我这种方式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你觉得已经吃了腻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可能有别种的吃法。比如刚讲我讲那辣椒就是一个吃法，所以
在宜兰的某些香肠摊，你还可以买它的辣椒酱，哦，它有在卖的哦，你就知道它的辣椒酱有多厉害了。好，这可能还会再出一个续集啊，连那个大肠包小肠一起谈。那这一期就谈到这里，拜拜。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